位朋友，我是周婷。如果你手里已经握着那本深蓝色的美国护照，或者你正打算举起右手宣誓入籍，甚至你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0年、20年，觉得自己早就扎根在这里了，请你现在停下手边所有的事，关掉电视，调大手机音量，认真把这期内容看完。为什么？因为很多华人朋友心里都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总以为绿卡是临时证件，可能会丢，但一旦入了籍，拿了护照，就等于拿到了稳定的身份，这辈子再也不用担心身份问题。今天我要在这里郑重提醒你，这个想法需要仔细审视，你可能想得不够全面。就在我们关注日常开销的时候，华盛顿那边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司法部这几年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名字就叫剥夺公民身份科。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回顾过往记录，用最新的技术手段，把过去30年的移民档案仔细审查，专门找那些当年在申请入籍时提供过不实信息、隐瞒过情况的人。一旦被他们关注，结果可能包括撤销你的公民身份、注销护照，然后启动相关程序。这不是虚构情节，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上个月我就经手了一个咨询案例，住在新泽西的林先生，入籍整整15年了，孩子都上了大学。结果突然一天，他收到了联邦法院的传票，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他20年前申请绿卡时，没有披露在亚洲老家的一段短暂婚史，就这么一个他自己都快忘记的细节，现在成了政府要取消他身份的依据。林先生坐在我对面时，手都在发抖。他说，我以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美国政府怎么会记这么久？我告诉他，美国政府不仅记得，而且现在有了新的技术手段，有了数字档案，记录比以往更全面，在系统的审查面前，任何疏忽都可能带来风险。今天我就把那些复杂的移民法案、司法部的最新文件全部梳理清楚，翻译成咱们普通人能听懂的生活指南。我们不仅要看清需要注意的地方，更要学会怎么在入籍后真正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身份。你准备好了吗？这不仅仅是一期内容，这是一场关于你和家人未来的重要提醒。要理解为什么现在查得这么仔细，我们不能只盯着新闻标题，得往深处看，看懂美国政府这套系统底层逻辑的变化。很多人问我，以前没怎么听说入籍了还被取消的啊，怎么这几年突然严格了？这背后有2个核心原因，一是技术手段更新了，二是整体环境收紧了。先说技术层面，有个历史行动叫雅努斯计划，你可能没听过。在2016年以前，移民局很多老档案，特别是90年代以前的指纹卡、纸质材料，没有完全数字化，这就留下一个隐患。如果一个人在老家用张三的名字有过记录，他换个名字李四跑来美国，只要指纹没联网，移民局很可能查不出来。但从上届政府后期开始，国土安全部发现了这个问题，启动了雅努斯计划，把几百万份旧纸质档案全部数字化，上传到联邦数据库里交叉比对。这一笔可不得了，一下子找出成千上万起双重身份、隐瞒记录的案子。所以为什么很多入籍10几年的人突然被关注？因为你的旧记录刚刚被数字化，刚刚被系统扫描到。到了前几年，这事儿被进一步推进，司法部专门成立部门，把剥夺国籍变成了常规操作。虽然现在情况有变化，但你要明白，系统一旦建立起来，就有其连续性。这个数据库建好了，相关行动就不会停，现在的审查只会更精准、更细致。再说法律层面，很多华人朋友觉得美国国籍是一种权利，或者是对你贡献的认可，但在美国法律的底层逻辑里，规划入籍本质上是一份约定。这份约定的核心条款很简单，政府给你公民权利，前提是你提供的所有信息必须真实。最高法院在某个案子里虽然提高了撤籍的门槛，但也明确强调，如果你依靠不实信息拿到身份，那这个身份从一开始就可能存在问题。这就好比一份合同，你签约时隐瞒了重要情况，对方收了你20年费用，等你真要行使权利时，他们发现你当年没有如实说明，结果可能不仅无法行使权利，还得重新审视合同的有效性。
美国国籍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美国财政压力大，部分群体对移民问题有不同看法。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倾向于严格执行规定，他们需要通过处理一部分个案来维护法律的有效性和边境管理的严肃性。所以我得给所有听这期内容的朋友提个醒，千万别拿过去20年的个别经验去判断未来10年的管理方式。过去你没遇到问题，可能是因为档案还没有被全面数字化。未来你可能成为关注对象，因为你的每一条记录都在系统里留有痕迹。好，背景说清楚了，我们知道情况确实在变化，那主要关注哪些人呢？根据我对大量资料的研究，还有和相关专业人士的深入交流，我总结了入籍后最容易引起身份审查的5类常见情况。你对照自己的情况，一条一条仔细看，这每一条背后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第一，入籍表格上提供了不实信息，这是最常见的情况之一。你回忆一下，当年填 N400 表格时，是不是有一部分全是是或否的问题？里面有个关键词叫曾经 ever， 注意，它不是问你最近5年，也不是问你来美国之后，而是问你从出生到现在，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有没有发生过某些事。很多人为了省事，或者被不专业的人士误导，一路全勾否。比如，你是否曾经被逮捕、传唤或拘留，哪怕指控后来撤销了，你也得勾是。你是否曾经是某个组织的成员？你是否曾经通过隐瞒事实来获取移民福利？我告诉你，这里的每一个否，如果与事实不符，就可能成为一个隐患。司法部处理相关案件时，常提到的理由就是隐瞒重要事实。什么叫重要事实？就是说，如果当年移民官知道这件事，可能会重新评估你的绿卡或入籍申请。比如你在老家年轻时跟人有过纠纷，被短暂拘留过，你觉得小事不值一提，没填，但如果这事儿涉及到相关记录，那它就足以影响你的入籍资格，你没填，就可能被认定为信息不实。10年后，如果这件事被翻出来，比如你回老家办事留下了记录，或者被他人提及，美国政府就会说你当年的入籍是依靠不实信息获得的。第二，你的绿卡本身就是依靠不实信息获得的。入籍的前提是绿卡必须合法获得。如果你的绿卡是有问题的，那基于这张绿卡拿到的公民身份自然也可能存在问题，这叫基础不牢理论。华人社区里最常见的有2种情况，一是婚姻信息不实，当年为了身份找美国公民结婚，拿到绿卡后离婚，再自己入籍，回头给现在的配偶申请绿卡。注意了，当你给新配偶办绿卡时，移民局会调出你当年的离婚记录、生活轨迹来查。如果发现你当年的婚姻存在问题，比如你们没有共同生活的证据，那你的绿卡就可能被认定为通过不实方式获得，你的公民身份可能受到影响，还可能涉及法律程序。二是庇护申请信息不实，有些人通过政治庇护拿绿卡，声称回老家会遇到问题，结果拿到绿卡甚至入籍后，马上频繁回老家探亲、做生意，在社交平台发布信息，这在移民局眼里可能被视为原有声明的矛盾，他们会认定你当初申请庇护时就在提供不实信息，这也是这几年被关注的原因之一。第三，税务问题和海外资产未申报。有些朋友入籍后觉得美国税负较重，就在亚洲老家留了一部分资产不申报，海外银行账户也不报，全球收入也没有完全披露。以前国税局和移民局数据没有完全互通，现在可不一样了。入籍表格里明确有一条，你是否曾经未申报税务？如果你在入籍时隐瞒了海外资产，这就不只是税务问题，更可能被视为入籍时信息不实。这几年，美国和很多国家签了金融信息交换协议，一旦你的海外账户被关注，司法部就可能审查你在入籍宣誓时的良好道德品质声明，并以此评估你的国籍状态。别以为资产多就能解决一切，在税务机构眼里，资产较多的人往往是更受关注的对象。第四，长期离境和居住意图不一致。虽然法律上取消了入籍后1年内搬走就自动丢国籍的规定，
但这里有个微妙的法律概念叫意图真实性。你宣誓入籍时，是承诺要在美国长期居住的。如果你今天宣誓，明天就处理房产车辆，全家搬回亚洲老家定居，还在那边找了长期工作，美国政府就有理由怀疑，你宣誓的那一刻就没有长期居住的意图，你入籍纯粹是为了拿护照方便，不是真想在美国长期生活。虽然这种情况直接撤籍的案例少了，但它会严重影响你将来给父母、配偶办移民的资格，移民官会质疑你的担保能力和诚信度。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在海外担任某些特定职务，风险就可能增加。第五，加入受限制的组织或团体，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法律规定，如果你在入籍后5年内加入了一个被美国认定为有问题的组织，这就会被视为初步证据，证明你入籍时可能隐瞒了真实情况。有人可能觉得这离自己很远，但小心，现在国际关系复杂。如果你在老家某些协会、社团担任职务，而这些组织被美国认定有特定背景，你就需要留意，这类情况一旦被认定，相关程序可能启动，处理起来较为复杂。光讲理论，你可能还不够清楚。我给大家讲3个真实案例，都是这2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情况。案例1，技术移民王先生，他是典型的技术移民，勤恳工作，2015年入籍，填 N400 表格时，犯罪记录那栏他勾了否。为什么？因为他刚来美国留学时，在超市有过一次不当行为，被警察记录过，当时律师帮他处理了，告诉他没事了，以后查不到。王先生信了，觉得处理了就不算有记录了。结果2023年，他给父亲办移民时，移民局通过深层指纹比对，把28年前那次记录找了出来。移民局发来了意图撤销公民身份通知书，理由不是行为本身那只是轻微记录，本不影响入籍，而是他在表格上提供了不实信息。记住我这句话，记录本身可能不严重，但掩盖记录的谎言是严重的。王先生为了这个不实信息，花了很多钱请专业律师处理，现在还在过程中，全家都很担忧。案例2，庇护移民刘阿姨，她当年以特定理由申请庇护，说回老家会遇到问题，拿到绿卡第2年，她就回老家探亲了。入籍后更频繁，每年在老家住8个月，帮儿子带孙子，只在美国待4个月。他在社交平台发各种在老家旅游、参加活动的照片，过得很自在。去年入境美国时被海关询问，海关查了他手机和10年出入境记录，问他：你当年说回去会遇到问题，怎么现在回去住得这么频繁？刘阿姨解释情况变了，没事了，但移民局认定她当初庇护申请信息不实，结果她的公民身份被重新审查，打回原有状态，面临程序处理。她想兼顾两地，最后遇到麻烦。案例3，资产较多的张先生，他在老家有好几处房产和家族企业股份，入籍美国后只申报美国工资收入，海外资产全没有披露。他觉得我不说，国税局哪会知道？但他忘了相关条款的效力，他的名字出现在海外银行交给国税局的名单上，国税局启动税务审计，不仅罚款，还把案子转给了司法部。司法部的逻辑很简单，你入籍宣誓时说会遵守美国法律，但你宣誓时就在持续税务问题，这证明你当时的信息可能不实。张先生不仅要交巨额罚款，可能涉及法律程序，美国身份也面临审查。听到这儿是不是有些紧张？别怕，我是来帮你的，不是来吓你的。只要你还没收到相关通知，一切都还来得及准备。我给你们总结了5条生活建议，务必照着做。建议1，入籍表格如实填写。如果你正准备入籍或帮家人申请，记住如实填写，避免遗漏。在 N400 表格上，不管别人怎么暗示，所有记录、婚史、组织成员身份必须如实填，哪怕已经处理也要填，在备注里说明已处理。移民官不怕你有过记录，就怕你不如实说明。一个如实说明情况的人可能能入籍，一个提供不实信息的表面良好的人反而会被拒，甚至被审查。
建议2，庇护身份，保持一致性。通过庇护拿到身份的朋友，请注意你的社交平台内容，别在脸书、微信上高调晒你频繁回原居住地享受生活的照片，这不是让你造假，是让你注意行为的一致性。既然你说过担心回国，就在行为上保持一致。如果必须回去处理紧急事务，留好所有证明，以备需要时解释。建议3，海外资产，主动合规申报。在海外有资产的朋友，赶紧找专业会计师做合规申报。相关申报虽然繁琐，但它是保护你身份的方式。如果你以前漏报了，现在可以通过相关程序主动补救，主动说明补税，通常只罚款，不涉及其他问题，也就不会影响公民身份。别等机构找上门，那时性质就不同了。建议4，档案备份，永久保存。入籍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把你申请绿卡、入籍时填的所有表格复印件、支持材料扫描备份，永久保存，甚至可以传给孩子。为什么？因为万一将来政府查你，你得知道自己当年填了什么。很多案例是申请人自己忘了当年怎么填的，在新面试时说法不一致，结果被认定信息不实。你的记忆会模糊，但文件不会。建议5，一旦被关注，立即找专业人士。如果你收到移民局面谈通知或法院传票，千万别觉得自己没问题，自己跑去解释。在这种级别的审查面前，你每句话都可能成为记录。马上立刻去找专攻相关领域的资深律师，这不是简单填表的小事，这是关乎你后半生能在哪里生活的重要事务，不要节省这笔必要的开支。各位朋友，内容说到这，我想跟你讲几句心里话。美国国籍它不是终点，而是一份需要认真对待的约定。它给了我们投票权、护照便利、福利保障，但它也要求我们付出真诚和诚实。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追求更公平的环境，不是为了寻找漏洞。那些想利用系统的人，终会被系统关注。那些踏踏实实、守法过日子的人，无论政策怎么变，都能在这里安稳生活。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后一种人，晚上睡得踏实，白天活得坦然。最后，我想在评论区问你一个问题，有人说美国政府翻查过往记录是对移民的过度审查，太不近人情。也有人说，法律就是法律，通过不实信息拿到的身份就该重新审视，这才是对守法者的公平。你怎么看？你觉得对很久以前的小疏忽，政府应该不再追究，还是持续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想法，哪怕是不同意见，我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我是周婷，你在北美的政策分析者。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用，请一定点赞，转发给你身边已经入籍或准备入籍的朋友。你这一个小小的动作，也许就能帮到一个家庭。我们下期内容不见不散。